你本是一个病危将死的现代人，偶然获得了一块神秘玉牌，穿越到修仙世界，并拥有双倍复制资源的能力，甚至通过玉牌可以加速参悟修仙功法。来到这个世界7年半了，终于到了检测灵根的年龄，我会有灵根吗？如果没有灵根，我该怎么办？开穿过来7年，你得知这是一个传统修仙世界，还出生在一个炼气家族，家族最强的长老也不过炼气6层，虽只是3流炼气家族，却也是许多凡人遥不可及的梦。这一世父亲是5灵根，母亲是凡人，我拥有灵根的可能性超越普通凡人，即便只是5灵根，最低等的杂灵根，那也是灵根。重生一世，我不会还和前世一样碌碌无为吧？很快，一名长老喊道：“下一个，李清源入殿。”李青青准备。话音刚落，你父亲就带着你一同走进大殿之中。小清源是的，走上前来割破手指，滴血检测。由于李氏仙族只是3流仙族，资源贫瘠，检测用的法器也是最低级的滴血检测。你将手指放在法器上方，一滴血进入法器血槽中。与此同时，你父亲李定州也屏住呼吸，心中默念：列祖列宗保佑，保佑我儿拥有灵根，延续家族传承。突然，你眼前的法器嗡鸣，亮起3道不同的光芒。顿时，你父亲和2名长老露出惊讶的表情。哈哈哈！我儿竟是3灵根，我儿清源有筑基之资。木火土3灵根，我李氏一族崛起有望，崛起有望了！快通知族长。其中一个长老慌忙的御剑离去，而你也不可置信的看着法器上面的3色光团。我竟然是3灵根，是号称真灵根的3灵根。3属灵根、双属灵根被称为真灵根，属于上乘资质。由于你父亲只是普通的杂灵根修士，你拥有灵根的概率也只是比普通人高一点。虽说觉醒的是前世小说不入流的3灵根，也同样让你十分兴奋。不多时，一位年过60旬的老人出现在大殿之中。家族弟子李定州拜见族长。见过族长爷爷。哈哈，好，果然是3灵根。族长，这孩子觉醒的是木火土3属性相生的灵根，乃是3灵根之上品，仅次于双灵根。听到这里，族长更激动了。好，今日之事，除了我与你们2人以及定州、清源父子之外，绝不能再被其他族人知晓。族长放心，事关家族未来，我们必然守口如瓶。族长放心，事关家族未来，也关乎我儿安危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连内人都不会告诉。为了家族大计，此事必须保密。要知道100年前，陈氏一族检测出了一名3灵根天才，可没过多久，陈氏一族的那位天才就被劫修打杀了。从那以后，每个家族都多了几分小心，每年检测灵根都在大殿内关门进行。要是露天检测灵根，小清源的资质怕是瞒不住。你们走出大殿后，族长抬了抬手，淡淡的：“刚才检测灵根的法器突然失灵，大长老不得不紧急上报于我。现在法器已经修复，灵根检测继续进行。”李清源4灵根，下一位李青青。临近正午，灵根检测完毕，其中一名长老宣布道：“李清源、李青青、李清宝3人拥有4灵根，成为家族先苗。明天一早，你们3人到家族传法殿集合，学习家族功法，领取修行资源。”晚上，你母亲陈秀云做了一顿丰盛晚餐，用来庆祝。罕见的煮了一大盆灵米，一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或有大喜事的时候，家里才会吃上一顿。祖宗保佑，源儿不仅拥有灵根，还是4灵根。我家清源将来一定可以成为炼气中期修士，成为修成灵石，可以御剑飞行的仙师。你父亲和你相视一眼，默契一笑。炼气中期算什么？清源将来最低也得是炼气后期高手，甚至可以尝试冲击筑基。这一晚，你睡得格外香甜。在梦中，你又回到了前世。梦中的你，因为先天性心脏病，整天在病床上生不如死的活着。我不甘心，又想起之前的事情了吗？宠活一世得我，不仅要有健康强健的体魄，还要问道长生。第2天一早，你按照昨天的指引来到了传功楼，大长老早就在此等候你们3人。都坐下吧，老夫为你们挑选功法。在咱们柳鹤岛，只要是修仙家族，炼气功法并不难获得，几乎每个炼气家族都是5行功法俱全。修仙界中普及的5行炼气功法，分别是大春功、炎阳功、叠石功、金蝉功、水源功。这大春功估计和我之前看的小说韩老魔获得的长春功差不多，虽然是烂大街的，但也得有灵根才能修行。李清宝，你是5行杂灵根，任何一种功法你都可以修炼。大长老爷爷，我父亲让我修炼叠石功。你父亲修炼的就是叠石功，这样也好，你回去之后可以让你父亲指点你。小青青，你呢？大长老爷爷，我选水源功。真不错，你父亲也是此法。
小清源，你呢？你父亲修炼的是炎阳功，你是否？我选大春宫。大春宫顾名思义，木属性炼气功法，修行之人寿命要比同阶更长，但此功法并不擅长战斗。大春宫，你确定？如果你选炎阳功，你的父亲足以教导你，能让你更快领悟功法，炼气。我还是想学大春宫。那好，从今天开始，就由老夫指点你修炼大春宫。与此同时，老夫也是家族唯一的一阶灵职夫，老夫也可以自点你一二。一阶灵职夫，只要能培养出一阶灵药，就能获得这个称号，听起来似乎有点意思。与此同时，家族灵脉核心族长小院，定州，你为家族生了一个好儿子，你在炼气3层圆满停滞多年，这颗小运灵丹定能助你修为突破，踏入炼气4层。这是一阶中品丹药小运灵丹，族长，这真是给我的。当然，说来可惜，你祖父是修士，可你父亲那一辈却断层了一代。你才出生不久，你的祖父便去世了，导致你自幼缺乏修炼资源，否则早已踏入炼气4层。多谢族长赏赐，分去吧。你小子可是炼气、炼体双修，如果能突破4层，对家族战力也是不小的提升。这些是小清源每月的修炼资源，你也拿去吧。族长，你竟然给清源每个月1块灵石10斤灵米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昨晚老夫与大长老、二长老协商一夜后，一致决定将小清源定为家族筑基种子，给予他筑基种子待遇，并且免费提供5年。此话一出，你父亲顿时被族长的大手笔震撼到。我为了购买小运灵丹，积攒了几年，也才积攒10几、20来块灵石，而族长他们为了培养李清源，竟然舍得1年花费12块灵石、120斤灵米，多谢族长厚爱。大春宫，此功法修炼出来的大春宫法力，木属性极其精纯，充满生机，能让人延年益寿，增强体质，免疫毒药。战斗方面可能比不上其他功法，但是修炼大春宫对你成为灵职夫拥有极大好处。咱们家族产业不多，开采矿石太累人，猎杀灵兽太危险，驯养灵兽周期长，播种灵米收益低。咱们李氏先祖掌控修仙100亿的，唯有老夫与族长。你适时送上崇拜小眼神，说道：大长老爷爷真厉害。族长是一阶中品符师，而老夫是一阶灵职夫。小清源，你是3灵根，是家族的未来，学一门手艺还是有必要的。多谢大长老爷爷栽培，清源一定不让您老失望。好，来，咱们继续学习大春宫。时间很快到了下午黄昏，大长老爷爷，我先回家了，明天再来找您。你恭敬一礼后离开传功殿，刚走不久，族长的身影就出现在大长老旁边。这孩子悟性如何？悟性过人，技艺超群，短短1天时间，大春宫心法上1000字，已经铭记于心，几乎倒背如流。他的悟性也是老夫平生仅见，大春宫心法领悟上远胜于当初的我。好，不愧是我李氏一族麒麟子。时间一天一天流逝，你修炼大春宫已有10日，灵气开始在你丹田汇聚。哈哈，第一缕灵气成了，炼气1层也算入门了。还没等你高兴，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你发现你来到了一处玄妙的空间中，空间中竖立着一个青铜小门。没想到你也和我一块来了。等等，难道我穿越和你有关系？上一世，你参加工作的第1个月发工资后，你去古玩街散心，买下了一片青铜小门玉牌，因为喜欢，就一直随身携带。你伸出手，轻轻触碰青铜小门，一缕意识进入大脑。玄牝之门，玄牝空间。道德经中提到，玄牝之门象征着天地万物诞生的根源之地，能够产生万物的世界。莫非此门可以复制东西？想到此处，你立即将1块灵石放了进去，光芒划过，变成2块一模一样的灵石。接上集，你成功修炼出1缕灵气后，竟意外发现让你穿越的是一个神秘玉牌所致。通过神秘玉牌，你可以双倍复制资源。原本我还担心后续修炼资源不足的问题，现在倒是没那么紧张了。可惜复制过的物品就不能再复制。对了，除了复制灵石外，玄牝空间能不能复制灵药？想到这里，你立即跑到大长老外面的灵田中，将一株灵植幼苗拔了起来，准备收进玄牝空间内，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收入。难道只能复制灵石？就在这时候，大长老从木屋走出。臭小子，你不好好打坐修炼，跑来撅老夫的幼苗干什么？大长老爷爷，我只是好奇，所以看看。那也不用把它拔出来呀，灵植幼苗十分娇气，你这样会把它弄死的。哎，你这小家伙，灵雨术！大长老一个灵雨术发动，化作一片数丈灵雨洒落，开始浇灌灵药。好了，你小子快去打坐修炼吧，老夫还要浇灌药田，待会儿再来指点你。
大长老爷爷，我已经修出灵气了。修出灵气而已，有什么好值得称道的？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修出灵气了？你点了点头，便运转大春功，将灵气汇聚掌心之上。小清源，你果然是我李氏先祖百年不遇的修炼天才。即便是4灵根，也需要3个月左右才能修出第一缕灵气，踏入炼气一层。没想到你只用了仅10天。走，快随我去见族长。不多时，大长老就带着你来到了族长修行的小院中，将消息告诉给族长后，族长也是满脸不可置信。小清源，你过来，让老夫看看。一般来说，即便是3属性真灵根，想要修出第一缕灵气，大概也要20多天，甚至1个月时间。你竟然10天就做到了。说话间，族长将他的灵力在你体内游走一遍，随后惊喜地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肯定不只是3灵根的原因。小清源天赋异禀，他的神魂比常人更加强大，神魂越强，灵识也就越强，对日后筑基也有莫大好处。先天神魂强大，有助于筑基。如果可以得到1枚筑基丹，岂不是把握更大？那我们筑基丹，岂是我们这样的小家族可以肖想的？目前家族也只是个3流炼气家族，连一个炼气后期都没有，哪怕是2流炼气家族举足之力，也无法购买。”就在族长满脸愁容之际，突然一道流光横掠长空而来，一名中年男子迎风而立，俯瞰下方。李氏一族，族长何在？筑基先族，柳家的人怎么突然来了？你们在此等候，不要出去，我过去看看。族长飞出房门后，抱拳一礼道：“李氏族长李光敖，恭迎柳家上使，不知上使来此有何吩咐？”仙鹤背上，中年男子毫不掩饰修为，炼气7层灵压弥漫，一脸傲慢。来人竟然是位炼气7层的炼气后期高手。大长老爷爷，此人就是咱们柳鹤岛唯一的筑基先祖柳家的修士吗？柳鹤岛方圆3000余里都被柳家牢牢掌控，一切资源都是柳家的。柳家之下，附庸势力繁多，云霞镇李家正是12个3流炼气家族之一。传家主令，从今年起，所有炼气家族上供资源，再加1成。上供资源，再加1成。上使大人，再加1成。这让我李氏一族怎么还？怎么，你李氏一族要抗命不遵吗？若非我柳家宽厚仁慈，你们李氏3流炼气家族岂能在云霞镇安家落户数百年？做人要懂得感激。你们柳氏一族才是柳鹤岛最大的贼吧？每次妖兽暴动，都是我们这些外门子弟冲在最前面，就连我们获得的资源都要按需上交。身为族长的李光敖知道，在柳鹤岛不听话的炼气家族下场是什么？很多散修都想给柳家当头，只差一个机会。李氏一族谨遵柳氏家主先令，上使大人辛苦了。说完，族长恭恭敬敬地送上几张1阶中品符纸，20块灵石，面带微笑，丝毫不见怒气。而这些都是早已默许的规矩。我就知道你们李氏一族向来识趣，我收下了。本上使还有命令要传达，你们备好灵石，下月我便来取。仙鹤啼鸣一声，飞空而去。仙鹤背上，中年男子掂了掂灵石，收起那几张1阶中品符纸。三叔说的不错，传达先令果然是个肥差，只可惜如此肥差不能一人独享，竟然派遣3人执行，我得加快速度，多占好处。小清源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不好。族长，你为何还要给他们灵石符箓啊？这就是弱小的悲哀，也是默许的规矩。你若不给，他们要是回到家族说点我们的坏话，岂不是灭族之灾？记住这种感觉，不要忘记它。在修仙界，实力为尊，如果没有实力，连生存都要仰人鼻息。族长爷爷放心，清源一定努力修炼。清源先告辞。看着你走远后，大长老看着族长问道：族长，你这样说会不会给孩子太大压力了？放心吧，清源这孩子远比你认为的还要优秀，无论是修炼天赋还是心智。你回到家中，发现父亲还在闭关，母亲也还在家族工作，闲来无事，你准备尝试将灵米放入玄品空间，看看能否复制。成功了，灵米翻倍，炼气中期成了。孩儿恭喜爹爹踏入炼气中期，修出灵石。炼气4层，神魂蜕变，化作灵石，能初步做到御剑飞行，隔空杀敌。修炼到这一步，在凡人眼中才算是真正的仙师。惊喜还不止如此，炼化小运灵丹后，为父武道修为也突破了，现在已经是先天武士了。说着，你父亲一拳轰出，击中院子1丈多高的假山顽石，应声碎裂。以我如今的战力，放眼家族，当为炼气4层翘楚，纵然对手是炼气5层，也可斗上一斗。
没想到为父也体验了一把富平子贵的好处。父亲真棒！如果父亲你把你的飞剑换成中品法器了，实力肯定更上一层楼。一阶中品法器，价格上百灵石。哎，我为了攒一颗小小玉灵丹，攒了数年也没攒够，谈何容易？说着，他掏出了15块灵石，递给了你。元儿，你灵根出众，是家族的未来，你比为父更需要灵石，你拿去吧。看着父亲递来的灵石，你并没有拒绝。谢谢父亲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回到房间后，你立刻用玄牝空间将灵石翻倍。看来我得找个理由和父母分开住，否则凭空多出来的修炼资源不好解释啊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若是让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，恐怕连家族都要遭殃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氏仙族召开家族会议。你父亲因为突破炼气4层，也是第一次参加家族会议。各位，昨日下午，筑基仙族柳家来人，柳家传令，从今年开始，上贡资源再加1成。此言一出，众人色变。这样一来，岂不是每年的家族总收益都要被柳家抽走6成？那不就是600灵石？他们柳家也太霸道了吧！这是要彻底榨干我们，让我们没有余力发展家族势力。族长，您答应了吗？诸位，难道老夫可以拒绝吗？好了，年关将至，距离上贡已经不足1月，大家都汇报一下家族今年各个产业的收益。大长老，你开始吧。这一年，老夫培育成熟的灵石，扣除成本后，销售所得利润是300灵石。今年家族狩猎队伍收益和去年基本持平，所得利润200灵石。随后，各个长老开始纷纷说出各自收益，核对账目后发现，距离柳家的要求还差50块灵石。老夫实在没想到，柳家竟然狮子大开口，收税再加1成，不到1月时间，不足50块灵石缺口，时间紧迫啊！人群中，你父亲掏出3块灵石，一脸燥红。族长，这弟子囊中羞涩，只有这3块灵石了。我家清源今年检测出4灵根，我这个当爹的得培养他。各个长老相视一眼，也是各自拿出10块灵石。哈哈哈，好，你们很好，只要我李氏一族齐心协力，团结一致，何愁家族不兴？解决了柳家的事后，大厅里只剩下你父亲几人。定州小清源炼气入门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仅仅10天时间就炼气入门，我还检查出他神魂强大，日后说不定有机会筑基。什么？他先天神魂强大？你的意思是？是的，他若能筑基成功，我李氏仙族将成为筑基仙族。所以老夫留下你们，是要宣布一件事：无论家族有多困难，小清源的修炼资源绝不能短缺。好，我赞同。大不了老夫辛苦一些，多杀几头一阶妖兽，老夫也能多培育一些灵植。看着热血沸腾的众人，族长欣慰道：“不错，70岁正是打拼的时候，咱们几把老骨头还能为家族发挥余热，哈哈哈。”接上集，当众长老看到你展现出绝佳的修炼天赋，一致决定举族之力培养你。3天后，云霞山灵脉核心的小木屋前，你母亲陈秀云满是担忧地对你说：“元兰，你才7岁，不必独自闭关修炼，家中也可修行，爹娘不会打扰你的。”娘亲放心，我只是白天在此练气，晚上便回家。你母亲陈秀云还想劝说，这时你父亲李定州打断道：“这是家族灵脉核心，灵气充沛，是绝佳修炼的。若非族长与长老们关照，元儿哪有这机遇？”你母亲陈秀云无奈点头，只要对儿子有益，她自不会阻拦，安置妥当。你告别父母。爹娘，我白天修炼，晚上回家睡觉。看着你离去，你母亲陈秀云念叨着：“这孩子从小主意就大。”云妹，你说要不咱再添个孩子？这种事晚上回家说。小木屋中，你心满意足道：“家族灵脉虽然是一阶残缺灵脉，算不得真正的一阶灵脉，但这核心区域灵气依旧相当充裕。接下来努力修炼，冲击炼气2层。”你即刻盘膝，手握灵石，默念大春宫口诀，吸纳灵气。时间很快1个月过去，手上的32块灵石与20斤灵米便告罄。因资源充足，这1月你进步飞速。往后每月初，你父亲李定州都会送来1块灵石、20斤灵米，其中10斤灵米是他额外从家族兑换给你的。玄牝空间翻倍后，每月便有2块灵石、40斤灵米。虽然修炼需要的灵石少了很多，你仍沉得住气，日复一日坚持，半年转瞬即逝，你成功突破到了炼气2层。嚯，炼气2层成啊，还是差资源啊！如果像第1个月那样资源充足，怕是只需要3个月就能进阶。大长老说过，我到炼气2层就教我法术，是时候找他请教一番了。大长老爷爷，
我来了！你一路疾奔，带起劲风。大长老李光耀正施展灵雨术浇灌药体，抬手间，灵力汇聚天地灵气与水气成雨洒落。施术完，他转身问：“你小子咋有空来这儿？”过去半年，你一心闭关，没离开过云霞山。大长老们许久才能见你一面。你确认四下无人后，运转大春宫，放出炼气2层气息，笑道：“大长老爷爷，该教我法术了吧？”才半年，你已经突破到炼气2层了。原本以为你还需要1年时间，你当真是给我们一个大惊喜。好孩子，想学啥，老夫都教。家族有哪些法术啊？我爹好像只会2、3种。大长老吕须傲娇道：“寻常修士自然不会都去学会，我们李氏仙族一共掌控6种一阶法术，分别是气刃术、火球术、土甲术、灵雨术、月影术、铁壁术。1阶法术适用于炼气期，2阶法术适用于筑基期，至于3阶法术，我也只是听说过。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气刃术、火球术应该是攻击法术吧？我能先学这2门吗？就从气刃术开始吧，你看好了。”大长老轻轻抬手，炼气5层修为当即运转，刀身隔空划出一道气刃，击中数丈之外的树木，碗口粗的树木拦腰斩断，豁口光滑。气刃术和所有的法术一样，熟练度分为入门、小成、大成、圆满境界。不过就算是1阶法术想要圆满，最低也得是炼气后期修士。大长老教得很用心，你也学得很仔细。时间1周过去，你终于发动一道气刃，手臂粗的小树拦腰断裂。还没等你高兴，玄牝空间中一道人影闪现，不断的给你演示气刃术要领。你顿时对气刃术不懂的地方豁然开朗。你小子的悟性果然不错，老夫当年用了半个月才勉强发出气刃攻击，之后足足耗时1个月时间才算入门。大长老话还没说完，你又是一记气刃击中一棵碗口粗的树木。1尺气刃，这就入门了。难道先天神魂强大的好处真就如此逆天？没想到玄牝空间除了复制资源外，竟然还有指点修炼的妙用。二伯，不好了，狩猎队有人受了重伤，您快去看看。什么？我父亲也在狩猎队中，他们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小清源，你先别急，随老夫过去看看。大长老抱起你，就御剑朝家族大厅飞去。他是家族医者，不仅精通凡俗医术，还擅长一些疗伤法术。到达大厅后，你第一时间冲向父亲：“爹，您受伤了。”放心，你老爹壮得很，死不了。话刚落，你父亲就开始咳嗽起来，不断喷着酸菜。大长老上前，当即运转大神功，木属性灵气迅速止血，让伤口结痂。爹，定元叔呢？他也在狩猎队吧？元儿，你定元叔他，走去家族祠堂。大长老为所有人治疗后，你们赶到祠堂。你刚到，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爹爹，你醒醒，我是青青。定元叔没了。这次狩猎遇到4头1阶中期妖兽引领的兽群，二长老和我各牵制1头，定雪、定明2位族弟也各牵制1头。战斗中，你定元叔被妖兽咬断手臂，击中脑部，重伤不治。最后二长老付出代价斩杀1头，我们联手又杀1头，才扭转败局。4头1阶中期妖兽，岂不是相当于炼气4到6层修士？幸好没有堪比炼气6层的，不然狩猎队全军覆没，我也性命不保。没办法，我们这种修士不去拼命，连最基本的修炼资源都得不到。不止狩猎，售卖物资也危险。柳鹤岛虽有筑基仙族，可也有劫修。说话间隙，族长李光敖走到台前宣布道：“李氏子弟李定远为家族牺牲，名字写入仙谱，入宗祠，立牌位，受香火供奉，全体族人悼念3日。李定远遗孤李青青为家族先苗免费资源提供时限从3年延至5年。”听到族长这样说，你才真正感受到家族2字的含义。这个抱团取暖、充满温情的家族，似乎也很不错。接上级，你成功突破到了炼气2层，而你父亲被几只4级妖兽埋伏后，以损失1名炼气修士的代价回到了家族。3天后，李定元入土为安，此事也告一段落。元儿，这些天你动儿婶子哭晕了3次，青青又还小，你以后有什么能帮上忙的，可不要推迟。这次狩猎要不是运气好，家族必受重创，不过收获也颇为丰厚。这次为父获得了5块灵石。元儿，你已经突破炼气2层，正好是需要灵石的时候，拿去修炼吧。谢谢父亲，孩儿下去修炼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由于你出色的天赋，族长将你的资源提升为每月2块灵石，20斤灵米，加上你父亲不定时的投喂，现在你经过翻倍后获得的资源是4块灵石，50斤灵米。时间转眼过去1年，你年满9岁，家族6口，
你全部学会。时间转瞬又是1年，你成功突破到了炼气3层，终于突破到了炼气3层。这种修炼速度，在筑基仙族中也不多见吧？庭院中，父亲李定州正在练武，气血翻涌，你顿时激痒难耐。爹，您能把修为压制到炼气3层，和孩儿切磋一场吗？就算我压制到炼气3层，那不还是欺负你吗？为父直接压制到炼气2层吧。爹，您还是施展炼气3层修为吧。说话间，你顿时释放出炼气3层的修为。炼气3层，你小子又突破了！你这种速度真是闻所未闻。想当年武灵根资质的我，足足用了5年时间才炼气1层圆满，又用了10年才抵达炼气2层圆满。达到炼气3层时，我已经25岁了。家中没有长辈扶持，导致我一直卡在3层长达20年之久。如果不是儿子，我怕是这一辈子也就那样了。爹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不出手，我可先出手了哟！哈哈，好，我李定州虽然平庸了一辈子，但我的儿子是个绝世天才。元儿，出手吧！你没有多言，当即施展气刃术，看着你气刃爆发出的威力，露出了满是的笑容。气刃3尺，气刃术小成，不错，不过却不是你这样用的。父子切磋，斗法搏杀。你父亲虽然天赋不行，但是在斗法搏杀方面，他战斗经验丰富。通过模拟实战和他的指导，你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吃过晚饭后，你父亲带着你直奔族长李光敖居所，而族长一脉共有4个修士，除了族长李光敖，亲侄子李定安负责家族原铁石矿脉，修为炼气4层；堂侄女李定倩负责家族灵兽驯养，同为炼气4层修为；亲侄孙李青雷和你同辈，4灵根，炼气2层修士。族长爷爷，清源来看您了。弟子李定州拜见族长。免礼。定州啊，你们父子深夜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随后，你父亲将你突破的消息告诉了族长。3属性相生的上品3灵根，果然厉害，修炼2年半，10岁年龄达到炼气3层。按照这个进度下去，30几岁应该有炼气7层了。放眼整个柳鹤岛，也是万中无一的青年才俊了。听到族长这样说，你顿时心头一紧。如果30多岁才能晋升炼气7层，等到了炼气10层圆满，岂不是都快60岁了？即便侥幸成功筑基，恐怕也无法接单。不行，我需要资源。族长爷爷，家族仙苗修炼3年后，按照族规都要参与家族产业的经营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族长爷爷，清源希望可以回馈家族，为家族发展添砖加瓦，贡献绵薄之力。好孩子，知恩图报，老夫没有白疼你。说起来，你也10岁了，家族产业你也该了解了解。不过你的实力一旦出手，就再也无法隐藏。毕竟咱们李家可没有炼气一类的功法。族长说的不错，这种修炼速度，说是双灵根也丝毫不为过。修为一旦暴露人前，必定引起关注，必定会被其他炼气家族修士知晓。要不你跟随大长老培育灵芝吧，家族要田，只有他一人打理。这样一来，你的修为也不至于会被他人知晓。族长爷爷，我想学习画符。此言一出，族长李光敖愣了一下，你父亲则是脸色大变，呵斥一声。画符技艺是族长自己早年得到的机缘，非家族传承，你岂能觊觎？族长清源还小，请您原谅他的无礼。什么画符技艺不属于家族传承，是族长自己早年机缘巧合所得。这样的话，怕是他只会传给他们那一脉的弟子。不好意思，族长爷爷，你的话还没说完，族长当即一口答应，而且十分高兴。好，老夫答应了。李定州，你真以为老夫是外面那些迂腐的老家伙吗？这些年要不是族中弟子们太不成器，以及培养一阶符师消耗的资源太多了，老夫这一身符道技艺岂会后继无人？清源悟性过人，家族6法尽数掌控，如今修为达到了炼气3层，正是学习画符的不二人选。多谢族长爷爷。清源，你明天一早过来，老夫传授你画符技艺。翌日一早，你早早出门，来到族长李光敖独居的小院。族长爷爷，我来了。进来吧，小清源。画符是一件极需耐心、极需时间，也极需天赋的事。这几年来，你的悟性，你的求道之心，老夫都看在眼里，说不定你真能掌握这门技艺。说完，族长李光敖便开始给你介绍画符要领。当你得知一只上好符笔竟需要150灵石的时候，终于对培养一名符师所需的资源有了直观认识。上好的符纸、符墨，一斤也高达20块灵石。当然，
你现在也不需要这么好的笔和墨，先把基本功练扎实。好的，族长爷爷。不过成本这么高，那画好的符纸能卖多少呢？一阶下品符纸，攻击力对应炼器初期，方式价格在2块到4块不等。一阶中品符纸，威力和炼器中期修士差不多，一张能卖5、6块零食。不过即便是老夫浸淫此道多年，画出一阶下品符纸的成功率也才7、8成。除去给家族辅助修炼和用作奖励，一整年下来也就赚200零食。感情这个家族没有族长，维持下去都难啊。族长爷爷，您教我画符吧。清源也想为家族贡献一份力量。我父亲也和我说了，其实我的修炼资源大部分都是您和大长老、二长老资助的。好，今天我就叫你画一张清身符。此符咒在底层修士中适应通货，激活后使用者身轻如燕，速度暴涨。清源，这是族长爷爷前些年使用的一阶下品符笔，暂且借你用用。这就是符笔吗？好精致！只要你能画出可以使用的符纸，哪怕只画出一张这只价值30块零食的符笔，老夫就送你了。族长爷爷，我会努力的。随后，族长拿出一张符咒，你就在一旁用普通纸张临摹。经过几十次临摹后，已经有模有样了。族长满意的点点头，很好。清身符你已基本熟练，接下来你可以尝试用符纸材料进行绘制了。说罢，族长将一张下品符纸材料和符墨放到你桌上，你调整呼吸，开始运笔。然而，纸张和笔之间竟有种奇妙的阻力，运笔并不顺畅。小家伙，画符可不是请客吃饭，修仙百艺，诸如阵法、炼丹、炼器、画符、傀儡、御兽，可都在修仙百艺前列，哪有那么容易学会？砰的一声，符纸瞬间自毁，1块零食没了。清源，感觉如何？族长爷爷，画符时，符纸材料上传来一股阻力，与符笔相互排斥，我需要精准控制灵气才能抵消它。很好，初次画符便能有此感悟。继续，别心疼材料消耗，学习符道初期，消耗在所难免。随后，你开始不断尝试，不知不觉1天时间过去，在损失了20张符纸后，你终于画出了第1张清身符。哈哈哈，成了！族长爷爷，我终于成功了！看着你只是画了20多张就成功，族长也是满脸不可思议。清源，你竟然只用1天就画出了清身符，你小子不仅是修炼天才，还是符道天才。都是族长爷爷您教导有方，而且我足足消耗了20张符纸材料，浪费了20块零食，才成功画出1张符纸，也算不得什么天才。这些年，老夫陆陆续续培养了10几人，结果无一人成功，反倒耗费了不少材料，而清源只消耗了20张就画出了第1张符纸，家族有望了。老夫当年足足消耗了200多块零食，花了半个月时间才勉强画出清身符。说实话，孩子，你的悟性实乃老夫平生仅见，只可惜你的灵根资质不能暴露。族长爷爷放心，清源明白。对了，族长爷爷，我想继续画出更多符纸，弥补失败造成的损耗。符纸材料，我可以带一部分回去吗？没问题，而且老夫说过，只要你成功画出1张符纸，这支符笔就是你的。老夫再给你半斤符墨，20张1阶下品符纸材料，你回去后多多刻画，提升成符概率。很快，你回到自己独居清修的小院，立刻利用玄牝空间将所有资源全部双倍复制。现在我的身价已经超过100块零食了吧？玄牝空间，学习开始。你沉浸心神，链接玄牝空间，看到空间中一道人影正在刻画清身符，你对刻画的理解也更加深刻。经过1天努力，40张符纸，失败8次，成功画出32张清身符。要不是有玄牝空间指导，我的成功率最多也就4成。对了，我这些画好的符纸能不能复制呢？你将画好的符纸放入玄牝空间内，然而并没有任何反应。看来只要经过复制的材料物品，哪怕深加工后也无法再次复制。这8张清身符交给族长爷爷吧，假装我成功率只有4成，太过惊世骇俗了，也不是好事。次日一早，你将自己刻画成功的8张清身符递给了族长。成功率4成，20张符纸材料，你成功8张清身符。你学习画符才1天时间，这成功率也太高了吧！哈哈哈，不愧是我李氏一族麒麟子，
老夫的符道传承后继有人了。很快，族长就将你的消息告诉了大长老、二长老以及父亲李定州。相比于你的修炼天赋，大家更惊喜你在符道一脉上的天赋。毕竟这个是实打实的能够为家族产生利益的天赋。一名有天赋的符师是每个家族都争抢的对象。随后的1个月时间里，族长对你可谓是倾囊相授。他告诉你，他得到的传承共有10种符箓，6种一阶下品符箓，3种一阶中品符箓，以及1张一阶上品符箓。然而唯一的一阶上品符箓还是残缺版本，威力大减，只能发挥出一阶中品符箓的威能。一转眼，半年过去，你收获的符箓数百上千张，随之而来的，你也多了一份烦恼。跨阶上级，经过1年的复制符箓，你现在拥有的符箓总价值已经超过了1000灵石。必须把符纸卖出去，换成灵石才行。按照现在这个速度算下去，60岁能筑基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毕竟越到后面修炼越难，资源需求也要得更多。不行，必须想个办法，在不暴露自己秘密的前提下，将符纸售卖出去。下午时分，你抵达族长清修小院。族长爷爷，您说过，只要我能画出品质上乘的符纸，您就教导我刻画一阶中品符纸。果然是品质上乘的符纸，这张天下足以抵挡炼气3层修士全力一击。好，这就来学习中品符纸。我会的分别是金刚符、主防御、锋刃符、爆火符、主攻伐，这些符箓的威力都可媲美炼气中期修士的攻击或防御效果。你想先学哪个呢？族长爷爷，就从金刚符开始吧。于是又经过短短1个月，你又掌控3种中品符纸的画法。你小子几个月就把老夫多年的符道传承给掏空了。想当年我学这个都是按年算的。行吧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最后一张符箓的画法——炎冰斩破符。炎冰斩破符，一阶上品符箓，需要的材料是更昂贵的符纸，加上符箓传承并不完全，刻画起来更是费力。这一学习便是1个月，这1个月的材料消耗，即便是族长李光敖也看得心惊肉跳。孩子，实在不行，先放弃吧。老夫当年足足磨了好几年，消耗数百灵石材料，也才勉强画出几张。炎冰斩破符本就是残缺，即便学会了，也是得不偿失。族长爷爷，我想再试一次，就一次，最后一次。说罢，你手持风铃狼毫笔开始绘制起来。这一次你刻画的格外专注，不多时，一股灵气从符箓上激发而出，终于成了老夫的符纸材料啊！与此同时，玄牝空间神秘人影再次浮现，开始指点你画符，而他刻画的符箓赫然是完整版的炎冰斩破符。这是完整版的斩破符，玄牝空间的第3个功能，竟然可以补全残缺符纸，或者可以补全任何残缺的传承。喂，孩子，回身了，臭小子！虽然你画出来了，不过这也是残缺的，大概也就相当于炼气4层修士全力一击。放弃吧，这些符纸我都舍不得刻画呢，全叫你小子糟蹋了。族长李光敖虽然嘴上是心疼，不过脸上却全是惊喜，而你自然知道这个月的消耗远超以往，于是将之前画好的符纸拿了出来。族长爷爷，这是你上次让我画的符纸。一阶下品符纸，每一张都是品质纯正，甚至连精品符纸也不低于15张，这几张中品也是十分不错。好，李光敖满意收下所有符纸，随后掏出7块灵石赠予你。清源，从本月开始，为家族画符之事，老夫就交给你了。老夫为家族画符的月俸每月只有7块灵石，从这个月开始，老夫给你7块灵石作为修炼资源，以后你的修炼资源都按照这个分配。多谢族长爷爷栽培。说完，你就将桌上的符纸符墨全部打包进了自己口袋里。族长爷爷，为家族画符之事就交给我了，您老可以全力筹备冲击炼气后期之事。我得说，这些年要不是为了培养我，消耗了您老的私库灵石，或许您已经开始冲击炼气7层了。别听你爹瞎说，想要踏入炼气后期岂是容易的？不过我现在的却有冲击的打算。随后，族长恋恋不舍地将他的风铃狼毫笔拿了出来。这支符笔，老夫暂时借你使用，记得好好保养，不可损坏。这可是老夫身上最贵重之物了。谢谢族长爷爷。回到你独居清修的天地，你再次将所有资源复制，一阶中品符笔风铃狼毫笔却无法复制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因为风铃狼毫笔不属于我这个空间主人的私有之物，故而无法复制？你也没有纠结，
开始绘制真正的严冰斩破符。经过几天的绘制，你的成功率不足3成。又失败了。我的技艺已经可以绘制品质合格的严冰斩破符了，可惜材料太差了，成功率也太低了。你没有放弃，毕竟成功率低不代表不能绘制。又经历几次失败后，你成功画出一张质量尚可的严冰斩破符。即便受限于材料等级不足，这张符纸也有炼气7层之威，还挺累人。也就是我先天神魂强大，不然区炼气3层，绘制上品符纸无异于痴人说梦。随后，你又刻画了几张残缺的严冰斩破符。由于消耗过大，你不得不提前回到家中休息。就听到你父亲和母亲正在商量事情。孩子他爹，我听其他人说，柳鹤岛最近经常有修士莫名其妙失踪，真的假的？这是真的。上个月我们去方氏售卖妖兽材料，听到了不少关于鲁人邪修的事。元儿回来了，这几天你可别出门啊！最近出现了鲁人的邪修，说不定就是专门针对孩子的。我刚想去给你说这个事呢。应该不是那种买卖，失踪的不是仙苗，据说那些邪修专门盯上炼气中期以上修士下手，连炼气后期高手也遭殃了。外界竟然这么不太平了吗？我之前还想找个机会出门，看看能不能把符纸换成灵石，真是有一座金山无法使用的无奈。放心吧，这件事已经被多个炼气家族联名上报，汇报给刘家了，这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，不会不管的。不说了，我还要与二长老他们会合。爹，您等一下，孩儿给您几张符纸傍身。说话间，李清源掏出10几张中品符纸，随后又偷偷地塞给父亲唯一的质量正品的严冰斩破符。爹，这张符纸您收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使用。你父亲用灵力一扫，脸色大惊。古符文灵样，难道是一阶？父亲，好了，快出门去忙你的吧。元儿放心，不到紧要关头，为父绝不使用这张符纸。我出门了。我的实力还是太低了，连出个门都难，希望用不到严冰斩破符吧。接上集，你意外得知岛上出现了鲁人邪修，担心父亲安危，你将唯一一张严冰斩破符交给了父亲。时间一晃，转瞬半月，李氏一族狩猎队行走在深山老林。没想到此次狩猎竟然如此顺利，才半个月时间，老夫的储物袋已经装满，甚至还需要你们搬运妖兽材料。都是二长老指导有方，您可是咱们家族最有经验的狩猎者。终于来了，李氏先族狩猎队让我好等。兄长，要不要暗中偷袭一下，故意遁走，先分开他们，再逐个击破？我们早已打探清楚了，他们领队也才炼气5层，3个炼气4层队员，剩下的蝼蚁弹指可灭。兄长说的也有些道理，反正我们有能困住炼气6层的法器缚灵网，就按兄长的方法行动吧。待会听我号令，一拥而上，活捉4个炼气中期修士，带回家族，其余人员一个不留。不好，有杀气！好贼子，竟敢杀我族人！修为低下不说，法器也如此寒酸。炼气6层。与此同时，蒙面男子出手之后，一女2男一个炼气6层，3个炼气5层，难道是鲁人邪修？定州，你带他们突围，老夫拖住他们。老家伙，你们谁也走不了。中品符纸能奈我何？二长老，你还是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只有攻其不备，才能速战速决。元儿，幸好有你。你怎么有这么多1阶中品符纸？哥，快来救我！休要伤我妹妹，一个3流炼气家族的炼气4层修士，你怎么这么多符纸？还都是精品。小，你真以为这些东西能伤到我？有意思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有多少符纸。竟然是1阶上品符纸。绝凶死士！你们2个也休想逃！只一瞬间，2个炼气5层修士御剑飞走，玩命奔逃。二长老，您没事吧？伤筋动骨而已，死不了。2人看向家族狩猎队时，面露哀伤。低阶修士死伤惨重，2个炼气4层的高层都是重伤，其中1个斩掉1臂，后续修行无望。该死的劫修！定州，拿上邪修的储物袋、法器、缚灵网，而后带上家族弟子速撤离。等你来到家族祠堂时，已经汇聚上百人，祠堂气氛低沉，
压抑。看到你父亲并无大碍后，长松了一口气。族长，我们遭遇了邪修。二长老很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族长。一个炼气6层，3个炼气5层，这股力量足以抗衡三流炼气家族了。这些邪修的背后绝对不简单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定州扔出大量精品符箓，还有一张异阶上品符纸，我们就死定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等等，异阶上品符纸，定州，你哪里来的异阶上品符纸？关于异阶上品符纸，族长没想过你能画出，毕竟他给的材料都是异阶中品的。何况传承也是残缺的。族长，您是知道我的，我向来喜欢财盲，我也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，竟然可以开出一张异阶上品符纸。这小子的确喜欢财盲盒，我们每次去房市贩卖妖兽材料，他都要博上一次。一时间，族长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了。他们都是家族的中坚力量，如果全部死亡，对家族来说是沉重的打击。毕竟一个家族的运转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。你做得很好，定州，晚点来我房间一趟。等你回到家中时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你母亲陈秀云心有余悸道：定州哥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有人跑来说家族狩猎队归来，死伤惨重，幸好看到你没事，否则你让我和元儿该怎么办啊？云妹，你放心，为了你，为了元儿，我绝不会有事。云妹，我饿了，你去给我煮碗面，我这回来一口饭都没吃呢。娘，我已饿了，您也给我煮碗面呗。好好好，都有都有。爹，族长爷爷先前找你私下见面，是不是给了您不少好东西？哇，是储物袋和法器。当年大长老、二长老为了购买一阶下品储物袋，可是肉疼了很久。现如今你我父子二人，一人一个。其实我们缴获的储物袋都是一阶中品，我把它们让给大长老、二长老了。毕竟我实力低，一阶中品储物袋有点扎眼。不过大长老、二长老愿意每人给予了咱们50块灵石补偿，因为我救下了狩猎队。族长将狼鼎一阶中品法器也交给了我，这些东西我们就平分了吧。谢谢爹。几天后，死去的家族修士全都入土为安。族长李光敖还召开了一次神秘的家族会议，具体会议内容你不得而知，当然你也不关心。一阶下品储物袋烧。父亲说过，崭新的一阶下品储物袋价值约100块灵石，不过我手上的储物袋用了好些年，算是二手货，估计也就70-80块灵石的样子。这把剑少说100多块灵石，足够让我使用到炼气6层了。还有复制后的100灵石，修炼资源终于扩绰一回了。过几天，父亲他们应该要去方氏售卖灵芝和妖兽药材，我可以让他暗中购买一些绘画一阶上品符纸的材料，这样炎冰斩破符也能批量生产了。不过族长哪里我怎么解释呢？族孙李清源特来请罪，恳请族长爷爷责罚。房门打开，你发现大长老也在。小清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犯了什么错？说吧，一阶下品符纸成功率到底几成？一阶中品符纸又有几成？7成。7成是一阶下品符纸，还是一阶中品符纸？在孙儿这里全都一样。那精品符纸呢？一阶中品符纸，精品概率接近1成。你小子！族长爷爷，您听我说，我不是有意要隐瞒画符成功率的，我只是想存下一些符纸给我爹爹傍身。毕竟爹爹每次外出狩猎都是万分凶险，所以我多留了一些。哈哈哈，你小子干得好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不但天赋妖孽，心境也远超同龄人，更是知道用自己的能力保护父母亲人啊！我有这么多优点吗？其实你这样做也是对的，毕竟亲朋之间的背叛往往才是最致命的。如果老夫早年就懂得这个道理，你祖奶奶也不会因为救我而死。族长爷爷，你要记住，我辈修士想要走得更高，走得更远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已经在做了。其实如今的我，一阶下品符纸成功率9成，精品质量3成，现在就缺好的符纸材料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回去修炼吧。是，族长爷爷、大长老爷爷，清源告辞。你走远后，大长老打趣道：“这臭小子，心眼比他爹都多。心眼多才好啊！你是仙族，不仅需要修炼天才，还需要一个有心机、有城府的领袖。”哦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无论你们周家提出什么要求，我都答应。王老哥，我当然知道你会答应，放心，
你对我周氏一族的贡献，我会记得的。随着各种修士精血灵力汇聚，大阵之下的灵脉仿佛朝着某个方向蜕变。父亲，上次派遣出去的10几支队伍，有3支队伍失败了，其中1支遭遇山匪劫修，另外1支被清风山张氏一族的族长发现，而最后1支被云霞山李氏一族击杀，只有几个人回来。遭遇黑山匪盗也就罢了，他们大当家更是炼气10层大高手。但是霞山李氏一族和清风山张氏一族不过是3流炼气家族，甚至还死掉几个人，真是一群废物。父亲息怒，听回来大人说是被一个炼气4层的修士以1阶上品符纸斩杀的。区3流炼气家族怎会有1阶上品符纸？难道是花费巨资购买用来防身的？1阶上品符纸虽贵，但只要舍得灵石，还是能买上1张半张的。父亲，咱们数月来接连出手，筑基仙族柳家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，我代谢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李儿，你亲自带1支队伍离开柳鹤岛，前往另外4岛捉拿炼气7修士吧。你二叔会暗中助你。是，父亲。不过父亲，我们真非要这样不可吗？孩儿觉得这帮外乡人绝非善类，与他们合作也是与虎谋皮。为父岂能不知？但是与柳家相比，至少他们能让为父看到筑基希望。你别忘了，你祖父是怎么死的？周丽闻言，眼中浮现恨意。他们周家300年前天生双灵根的父亲被劫修盯上，生死道消。他祖父准备突破筑基之时，又遭遇劫修打杀。不止周家，其他家族拥有筑基之资的修士都有类似经历。放眼柳鹤岛，有能力有理由这样做，只有柳家。不拼一把，我们周家永远都是柳家的奴才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莫先生，在下还有多久可以重启筑基？你周氏一族灵脉即将成为准2阶灵脉，10年时间筹备1万以上灵石，再来500个炼气中期修士，100个炼气后期修士，并可晋升为2阶灵脉。加上我秦家赐予你的筑基丹，筑基成功率接近50%。好，给我10年，在下定能做到。半个月后，柳鹤岛方圆3000里恢复平静，各个方士也开始热闹起来。你父亲也偷偷的给你买了不少1阶上品材料。1阶上品符笔太贵了，这支风铃狼毫笔将就着用吧。经过不断的绘制，你得到了8张质量正品的岩冰斩破符，但同时风铃狼毫笔也出现了一丝裂痕。果然，1阶中品符笔强行刻画1阶上品符纸，在注入灵气与符文相互抗衡的过程中，符笔会受损。先修炼吧，实力强了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春去冬来，转眼又是1年过去，你已经12岁了，个子也比以往高了不少。炼气3层圆满，短则半年，我定可踏入炼气中期。不过丹药这种东西，除非必要，尽量不服用。柳鹤岛这种小地方，炼气7丹药，药力庞杂，很多人只是勉强成为1阶炼丹师。炼制的丹药药力不纯，服用后容易影响灵力品质和根基。又过去半年，你成功晋升炼气中期，并熟练使用御剑飞行。难怪在凡人眼里，炼气4层以上才是真正的仙师，能御剑飞行就远远的甩开了炼气3层一大截。不愧是1阶中品法器，放在武侠世界堪称稀世神兵了。修为突破，先去告诉大长老爷爷他们。你刚到大长老的药园，就感受到了灵气波动。哈哈，老夫成了，终于突破了。大长老爷爷，您晋升炼气6层了，和族长爷爷同一境界了。哪里，老夫可比不上族长，我才初入炼气6层，族长早已炼气6层圆满。你小子匆匆忙忙跑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您老怎么知道我踏入炼气4层啊？你踏入炼气4层了，你小子不到13岁的炼气4层，放眼柳鹤岛，也唯有筑基仙族的筑基种子才能媲美了吧？走，咱们去找族长。今日真是双喜临门，真是天佑李家。清源的修炼天赋已经不弱于筑基仙族柳家的筑基种子柳长风。那柳长风当年可是双灵根自制，也是13岁之前晋升炼气4层，如今30出头，已经迈入炼气10层。柳家已经开始为他筹划筑基之事，元儿的天赋丝毫不弱于柳长风啊！柳长风一旦成功筑基，柳家便拥有2位筑基修士，在这柳鹤岛，他们将更加如日中天了。是啊，关于元儿的灵根以及修炼天赋，绝不可泄露分毫，否则我李氏一族必遭杀劫。可是我家元儿总不能永远都在家族闭关修炼，一辈子不与人交手吧？难道他1日不筑基，就1日不能走出家门？
再过几亿便是炼器家族1年1度的拍卖会，老夫去看看是否有机会购买一本能收敛气息、隐匿修为的特殊功法。话接上文，你和大长老双双突破，为了让你安心修行，族长决定去拍卖会为你寻觅一本隐匿修为的特殊功法。族长爷爷，我也想去看看拍卖会，长见识。我只从检测出3灵根，6年时间从未离开云霞山，我真的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你短短的几句话，顿时让族长等人面露难色。族长，我觉得元儿说的有些道理。定州早年行走江湖，偶得一张精通易容术的江湖高人炼制的人皮面具，除非筑基修士不可看破，可惜只能使用1次，不然还是值些灵石的。罢了，难得小清源第1次求咱们，老夫要是不答应，岂不是显得不近人情？这个道具的灵石月俸的时候补给你。时间很快来到半个月后，你随着李家商队上了马车。爹，这张人皮面具怎么是女人？还是个20多岁的女人。臭小子，正经人谁炼制人皮面具啊？据说当年炼制这张人皮面具是个采花贼，专门伪装知心姐姐哄骗闺中少女。闺女，你要是实在太别扭，就回家去吧。我不。4天后，你们抵达了方氏。青青，今天你跟随老夫摆摊售卖符纸，也好学些做买卖，虽然费些时间，但收益更高。没想到到了修仙界，还是离不开摆地摊。1天时间很快，族长的符箓已经销售过半。就在你们准备收摊之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：“大符师又来卖符纸了。”只见一个七旬老头不屑地看着族长。那老头身后，一个年约20的年轻人面露无奈：“姑爷爷，好久不见。”小洛也来了，来，姑爷爷送你几张符纸。姑爷爷，这是精品质量的一阶中品符纸。切，一阶中品的精品质量符纸而已，谁没见过？怎么，身为炼药师的你，难道还炼不出质量精品的一阶中品丹药？族长的一番话好像戳中了老者的痛处，面带愤怒的转身离去。洛儿，我们走。姑爷爷，还有这位姐姐，我先告辞了。符纸还没拿。族长爷爷，您认识他们？那年轻人为什么叫你姑爷爷？走吧，回客栈，明天再来。见族长不愿多说，你也没有多问。晚饭过后，你来到父亲房间。爹，您不是喜欢去猜盲盒吗？元儿也想去看看。这不太好吧？我怕把你带坏，而且族长那里我们只玩1次，玩完就回来。好吧。你们很快来到盲盒店，用小半块灵石换了2个盲盒。青青来，这个盲盒给你，我们1人1个。你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你的盲盒，只有灵米1斤。好家伙，倒亏了5个灵币，果然我们是盲整开，店家可是真的放的。而你父亲原本只是想开1个，但是连着几个都是谢谢惠顾，顿时上头了。老板，再来1个。爹，我自己逛逛，您先玩。行，我知道，你别走远。离开盲盒店后，你开始寻找出售符箓的店铺，很快你就找到一个名叫灵符楼的店铺，而店铺的掌柜居然是一个相貌美丽的女子。柳鹤岛竟然有这般清丽绝伦、国色天香的美人。这位道友，你要买符纸吗？掌柜的收符纸吗？我这有精品质量的1阶中品符纸。288张1阶中品符纸，还都是正品和精品质量。道友符道技艺足够冲击1阶上品符师了。不过按照行规，我灵符楼也只给方氏价格的8成，也就是1210块，可以交易。随后，你又陆陆续续的分批不同的店铺出售符纸，又购买了一些1阶上品画符材料，所剩灵石1600多。可惜上品符笔没有买到，只能下次来碰碰运气了。青青，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急死我了！真要是把你走丢，你族长爷爷不得活包了我。你胆子也真大，不知道前几个月的事情吗？没事，我只是看爹您玩得开心，就自己四处转了转。走吧，我们回客栈。第2天一早，拍卖会开始，族长等人也早早的来到了会场。欢迎各位道友参加1年1度的岐山方氏拍卖会。今年的拍卖会还是妾身主持。这王灵瑜是王氏家主的嫡女，数年前的她便有炼气7层修为，远胜老夫，一流炼气家族的底蕴，绝非我们李氏一族所能媲美。多谢各位道友捧场，现在拍卖会开始。说完，一个少女打开一个玉盒，浮现3颗丹药。没想到第1件拍品竟然是方氏中也颇为难得的小运灵丹，看这样子还是一炉。这是一炉小运灵丹，一共3颗，2颗质量正品，1颗质量下品，起拍价70块灵石。小运灵丹本就是强者，
经常有价无市，开始拍卖就热火朝天。很快就到了第9件拍品，打开的一瞬间，组长呼吸都急促了起来。竟然是运灵丹！诸位道友，这是一颗质量正品的运灵丹，能让炼气6层修士多出3-5成把握晋升炼气7层，其拍价300-10。大街上集，你随组长等人来到拍卖会寻找李希，而拍卖会出现了组长急需的运灵丹。组长爷爷，要不你也竞拍吧？咱们李氏家族很需要一位炼气后期高手坐镇。是的，族兄，我身上的灵石全部借你。这几年为了培养清源和家族先苗，300灵石都难以凑齐，老夫就再等等吧。或许方式中过段时间后，会流入一些质量下品的运灵丹。灵石来历不能泄露，我能复制资源的秘密必须保密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在你们说话间隙，运灵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380灵石，380块灵石成交，恭喜张家主。看来他这次参与拍卖会就是为了运灵丹而来，这是押上了张家所有的积蓄，赌一把，冲击炼气7层。各位道友，接下来的拍品是咱们今年拍卖会的压轴之物，大家请看。亡灵鱼轻手一挥，一个篮球大小的透明的球形法器中有一枚虫卵，体表散发一缕缕灵气威压。这是2阶大妖嗜血蜈蚣的幼虫，王氏仙族竟然有这能耐，可以搞到嗜血蜈蚣的幼虫。不过这嗜血蜈蚣的幼虫似乎比正常的要弱上一些。各位道友，这只嗜血蜈蚣幼虫先天不足，想要长成2阶大妖几乎不可能。不过嘛，只要喂养得当，多一个炼气后期的妖兽看家护院也是不错。说完，球形法器容器中是血蜈蚣幼虫发出刺耳尖叫，而刚才的紫裙少女也是脸色一惊。这声音是我听错了吗？小兰，拍下这只妖兽幼虫。很快，竞拍开始。即使嗜血蜈蚣先天不足，最终还是被紫裙少女以500灵石的价格拿下。凑不了，凑不了，没心多出一条细小的3色彩纹。走，小兰，先回灵符楼，速速通知我二叔。再次感谢各位道友光临曲山拍卖会，我宣布此次拍卖会圆满结束，各位道友慢行。元儿需要的功法并未拍卖，不怕，我们还有一次交易会。带着疑惑，你随族长等人来到一处僻静小院中，之前和族长有过节的张家族长也在其中。这里应该是属于炼气家族的拍卖，来的貌似都是各家族长。老夫手上有一套精品质量的符纸，6种1阶下品符纸，3种1阶中品符纸，都是精品。老夫愿以这套精品符纸加上100灵石购买练习逆气的功法。练习逆气的功法，巧了，李老哥，我这里正好有一本练习诀，可惜只是残本，只能收敛隐匿炼气6层以下修为。李老哥，你还要换吗？听到是残本，李光敖顿时迟疑了起来。族长爷爷，换！赵老弟，你这残本功法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老哥，我就以一套精品符纸兑换，如何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以一套精品符纸加20灵石达成了交易。1个时辰后，几家私下交易结束，各自离开。李光敖走到张家族长身前，老夫几年未见洛儿了，想与洛儿沿途说说话，顺便送你们一程。不用你送，我们自己会走。爷爷，姑爷爷也是好意，你又何必拒绝？张玄同，老夫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管得着吗？走，洛儿，姑爷爷送你回家。运灵丹价值300-400灵石，走出曲山方式，总归有被劫修盯上的风险。张家爷爷和族长爷爷的关系，并非眼前所见的这般简单。于是乎，李氏一族4人便先和张氏一族爷孙2人结伴一场。爹，张家爷爷怎么不在曲山方式中突破？租借灵脉应该不会花多少灵石吧？就2人带着运灵丹出行，风险也太大了。你以为大家都是你吗？突破境界水到渠成。我们这种上了年级的4灵根修士，突破炼气后期是一个大瓶颈，没有充足的把握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幸好我是3灵根中的上品，筑基之下应该没有瓶颈，希望这一路顺利吧。李家姐姐如何称呼？李青青。这李家姐姐生的小家碧玉，五官清秀，气质温婉，举止得体，声音还这么好听。姑爷爷，您把青青姐带在身边，想来是因为青青姐聪慧过人，修炼资质上佳，故而对她寄予厚望。这男人不对劲。张家兄弟说笑了，在下资质平庸，远不如你。如此这般，连续2天，风平浪静。青青姐，穿过前方10林，再走100里，便是我清风山张家了。你们要不？突然，10林中3道光芒突袭杀出，离席，快躲！族长和2长瞬间施展土甲术进行防御，然而3道光芒直指张家主，即使仓促抵挡，还是被斩下一臂。炼气7层，1阶上品法器。我操！第一次出门就遇到劫修，要不要这么倒霉啊？嘿嘿，张家主，我二妹需要借你运灵丹一用，
不知阁下可否割爱？